欢迎来到小小炊烟。今天是韩式料理三部曲的第二部，韩国冷面。之后我还会做韩国豆腐汤。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啦。制作韩国冷面的成功一共有4个重点，我会在后面依次提到。这道冷面在韩国叫平壤冷面，因为其实这种做法源于北朝鲜，当然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水冷面。顾名思义，它是有汤的冷面。这道冷面好不好吃，就关键在这一碗汤啦。我们就先来做冷面汤。其实这个冷面汤就是一个清炖的牛肉汤。这个汤对于牛肉的要求不是很高，我选了一块牛腱子肉，你也可以选其他部位的牛肉。先在清水中浸泡半个小时，泡出血水后在冷水下锅煮。第一遍煮10分钟左右，会煮出很多浮沫。换水之后再煮，这一次要放上3段大葱、3瓣大蒜、半个洋葱。注意千万不能用料酒、八角之类这种我们在中餐里面炖牛肉的调料，否则你煮出来的韩国冷面汤味道肯定是不对的。煮45分钟，煮好之后放凉，然后过滤。做冷面的牛肉汤一定要非常干净，没有任何杂质。滤好一遍之后，放1茶匙盐、1汤匙白糖、1汤匙白醋。将调好味的牛肉用保鲜袋包起来，放到冰箱冷冻。在韩国正宗的冷面都是要把汤底冷冻的，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太冰，也可以只是冷藏。牛肉已经结冰了，用擀面杖敲成碎冰，放在室温下让它进一步融化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切一些配菜。黄瓜和梨都切大约50克就可以。韩国菜中经常用梨作为一种调配甜味的配菜，像是韩国辣白菜的制作过程中也会用到梨。之前煮好的牛肉切片，一般3到5片就可以了。把1颗水煮蛋剥开，1分为2。当然也别忘了还有韩国辣白菜，这样我们的配菜就准备好了。下面来煮面。这里选择的面条非常关键，一定要选制作韩国冷面专用的面条。这是我在韩国超市买到的2种韩国冷面面条，上面都会写着冷面 Nanmyeon， 一个是这种棕黄色的，另外一个是这种黑色的。黑色的相比来说口感更加劲道。虽然煮韩国冷面的面条也叫做荞麦面，但是千万不要买成日本的荞麦面 soba。日本荞麦面和韩国荞麦面的口味是完全不同的。水开之后煮面，我买的这个面条比较难煮，煮了大约10分钟左右。煮好后捞出来过凉。这时候我们刚才敲碎的牛肉汤冰块也已经是半融化状态了。先把过凉后的冷面盘绕成圈，放在碗中，这样一会儿往上摆配菜的时候比较方便。然后把冷面汤一勺一勺的舀进去，在这里千万不要一下子倒进去，那样会把我们刚才摆好的冷面造型冲垮。接下来把配菜依次放上去，摆放的时候大的放在下面，小的放在上面，而且要横竖相间，这样会比较牢固。最后放上半颗水煮蛋，再撒一些熟芝麻在上面。一道酸甜可口、清爽解暑的韩国冷面就做好了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就帮我点个赞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이게 뭐예요? 냉면 스프.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。